美國早就已經預警說，未來在中東它要遇到的問題未必只是彈道飛彈而已，可能它要遇到的是更多的這個無人機。那現在是不是已經變成一種不對稱的戰爭呢？是啊，為什麼這一場戰爭其實也等於就是俄烏戰爭的一個遺緒，也就是當時不注重俄烏戰爭戰場的一個形態的改變的國家，現在就在吃大虧，那個就是美國。現場又如何看這一次這個伊朗它的攻勢呢？因為我們剛剛說了嘛，它打到美軍基地，打到了驻外使館，打到了以色列各個城市等等。如果我們來看納坦雅胡的在咖啡廳的那張照片的话，我們就會發現一件事情，那也就是它是後面有一個看板是用希伯來文寫的，因為我們大家對於希伯來文都不太了解，可是就有網友把所有希伯來文的字母排在旁邊，發現那些字不是希伯来文。那也就是說，除了我們剛剛講的介质有位置有問題之外，那另外一個也就是希伯來文的部分了。那另外我們講到說，其實現在已經開始不斷外溢了。我們現在看到這張照片，其實是美國駐伊拉克的大使館那被無人機攻擊的照片啊。那但是我們赫然發現啊，原來美國驻伊拉克大使館的頂樓上面是有雷達的。這個是 Saab 公司的 Giraffe X1 的這個雷達，也就是這種小型的雷達，它150公斤，那它在4公里之內的所有的小型目標，它都可以偵測到。所以美國早就已經預警說，未來在中東它要遇到的問題未必只是彈道飛彈而已。可能他要遇到的是更多的這個無人機。那現在是不是已經變成一種不對稱的戰爭呢？是啊，為什麼我們這麼說？我們看到美國的中央司令部它不斷的公布，例如說像這一種可以發射魚雷或者是飛彈的小艇，還有水雷的這種小艇，那它都使用各種的飛彈進行攻擊。可是你覺得它的價格是對稱的嗎？是不对稱的。那也就是如此，然後而且呢，它这一种小艇到底有多少艘呢？那當然了，我們來看，如果在戰前的話，那其實這個也就是一眼看不完啦。那一眼看不完的時候，但是如果我們最近跟着伊朗的視角來看的話，它其實這同樣的這種小艇，它也已經有一部分放在它的一個地下掩體裡面。而且我們看到這個圓圓的，這個是什麼？這個就是水雷啊。那但是我們沒有看到我們之前講到那種 AI 的電動水雷啊。那個我們接下來講說啊，為什麼這一場戰爭其實也等於就是俄烏戰爭的一個遺緒，也就是當時不注重俄烏戰爭戰場的一個形態的改變的國家，現在就在吃大虧，那個就是美國。他一直認為這種精準武器很好用，但是精準武器實際上來講非常昂貴。那現在為什麼他在中東打得那麼準？是因為他也沒辦法反擊。我們看一下啊，有關於這一個沙烏地阿拉伯，他們對於現在這場戰爭的看法是什麼？是美國把所有的飛彈通通集中在以色列。為什麼集中在以色列？其實真正的問題就在於飛彈是有限的。那可是對於這一種無人機，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見證者136，或者是剛剛的那種布雷的，或者是我那種布雷的小艇，它也可以变成一種無人的水面艇，然後直接去撞擊，其實那個造成的破壞更大。所以我們講說，現在的戰爭如果用以前的裝備的話，其實可能就要吃大虧了。好，中東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厚。今天持續要來關心到的是伊朗它的700枚的飛彈，3600架的無人機狂轟哦。那麼美軍的戰損的部分，等一下我們會幫觀眾朋友一起做整理，包括了7架的加油機受損之外，戰損現在真的是狂飆。納坦雅胡的部分，今天也會來關心是不是遭到斬首了呢？因為人消失了好一陣子了，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我们先来看到剛剛特別提到了嘛，這個伊朗它出了一個最新的攻勢，也就是針對以色列又狂轟了700枚的飛彈，3600架無人機哦，朝着以色
色列發動。那麼我們來看到，目前呢，美軍在中東多個軍事基地，還有它的資產跟以色列內部的戰略設施都是受損的。這個是在它的伊朗的打擊範圍內。趕快來看到目前的最新數字損傷，來自於伊朗的說法，美國跟以色列部隊的死傷人數已經達到了伊朗估計5000人這麼高。但是我們來看到美國國防部最新給的數字是13名的美軍士兵陣亡，140名的士兵受傷，當中8個人是傷勢最為嚴重的。這個是在这個軍人的損傷。那麼我們來看到軍事武器上面也有哪些的損傷呢？主要的都是這些美軍的核心的戰略裝備，現在開始出現了重大的損失。首先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一架的 KC-135空中加油機在伊拉克的西部墜毀，機上6人全部喪生。另外一個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空軍基地了，5架的美軍空中加油機一樣是遭到攻擊之後受損。以色列呢？以色列方面也撐不住了，原因就是因为真主黨對以色列狂轟，總共是200枚的火箭，20架的無人機。那麼伊朗革命衛隊甚至說，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還活着，維持繼續追捕，並且會殺死他。但是現在有關於納坦雅胡到底人是否已經遭到斬首的說法不一，因為有各種很奇怪的影片。首先是納坦雅胡最近公布了一個影片，是說他在這個影片當中呢，出現了6隻手指頭，所以大家就在看說這個影片是造假的吧？是否是 AI 做成的？再來，今天又有一個最新的影片，是納坦雅胡他人在一間咖啡廳前面手握着一個咖啡杯，但是呢，他的這個指頭上面第4根手指頭還有一個戒指，但是在這個畫面上拍攝的時候，這個戒指的高度一直不斷的移動，所以呢，網友就說這個也是 AI 所製作成的影片吧？還有咖啡廳的時間。現在看起來也都跟不上，對不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好，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先請教委員有關於死傷的。伊朗說美軍死傷5000人，美方只承認13死140傷，數字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再來就是美軍的空軍的加油機近期頻頻的受挫，代表伊朗找出美軍的最弱點了嗎？委員怎麼看？從俄烏戰爭，我們得到一個很有趣的結論哈，敵對雙方一定會誇大對方的損失，然後這個隱藏自己的損失，這很正常的哈。那伊朗革命衛隊說，美國以色列的部隊死傷人數有5000人，如果包括以色列部隊，不曉得，因為以色列也沒有提到他哪些部隊被攻擊到，因為他並沒有這個真正的部隊進入伊朗，那有損傷應該是在黎巴嫩的這些地面跟部隊吧。那美國呢？美國的死傷人數應該不會太多，原因是什麼？他找到空城計，大概測的差不多了。只有那2個在幾個6、7個在伊拉克的傻蛋，聽到說，哎呀，無人機來了，嗡嗡嗡那麼大響，他還覺得沒什麼啊，就被炸了。所以比較特殊的案例哈。那美國有沒有死亡那麼少？可能也不會那麼少哦。但是你現在根本無法去查證。但是這個不影響雙方面的戰力，這一點不影響，完全不影響哈。那你說美國的中東的軍事基地，這個被炸，那個被炸，好像軍事資產賠很多，這一點錢對美國還 OK 啦。但是以色列的戰略的設施到底損失多少，並沒有可驗證的資料哈。所以我們可能再看一下。那美軍啊，有所謂的6架受損，1架受損，對美國是沒有影響。大家可能不曉得，美國的空中加油機有多少？560架，所以這一點對美國還不構成為難，因為全世界哈，這個空中加油機現在看起來，美國有560架，中國有30架，俄羅斯20架，日本10架，大概這樣的比例，所以7架還好，就是那其他的所謂的真主黨啦，等等啦，這個。這納坦雅胡哈有沒有活着或有沒有死，我不太確定。不過納坦雅胡也應該準備去當無縫啊，比較實際啊。我這樣講哦，川普、納坦雅胡啊，跟那個伊朗的領導人，不管哪一個，都是瘋子，都是瘋子。那既然瘋子跟瘋子打架，我們就看熱鬧就好了。好，這是有關於納坦雅胡至今到底他的生死，楊老師又如何看？那另外就是川普也放話，他說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可能已經死了。現在看起來好像雙方已經進入到心理戰了嗎？楊老師怎麼看？
我有戰爭的時候，這種心理戰或者是宣傳戰，這也是戰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嘛，哈，影響士氣啊，影響國際上的支持啊、判斷啊，最重要，它也影響股市跟投資嘛，因為這個戰爭它又牽扯到的是石油跟經濟。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在西方社會哈，美國大概在這種宣傳跟我們講 propaganda 或者是 narrative 哈，一個是比較聽起來負面一點，另外一個是一種論述的建構。美國似乎已經不是完全主導了，也就是說，他自己對於戰爭的這種敘事哈，大概他的盟邦國家已經不太買單了。他自己內部其實也是分裂的，不太買川普的這個說法。因此，就有《紐約時報》這一篇文章，它的標題就叫“這個戰爭是一個人的戰爭，而不是川普的戰爭，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戰爭”。內塔尼亞胡10月7號要進行選舉，在戰爭發生之前，2月份的時候，連續的民調其實對他的這個政黨維持的就是多數哈，並不利。那因此，你就看到2024年的時候，連續2次他想要引拜登政府進來幫以色列去打伊朗，他沒有成功。那個一次是在敘利亞打伊朗大使館，另外一次是在德黑蘭暗殺哈馬斯的領袖。可是你看，去年到現在，他2次哈成功的引導川普介入跟伊朗的戰爭，而且等於是直接攻打。去年還好，只是打所謂的核子武器，打完这就停下來，好像還言之有物。那但是呢，今年其實這種斬首到現在，他已經不知道他的戰略目標是什麼。因此，我們現在看到，雙方都對這個領袖哈，在做一種所謂生死的這種猜測。這也可能在戰爭當中的的確確是有受傷。那個影片呢，我也看了一些報道，的的確確有一些很應該被質疑的哈，真的是前後不太符合。而且影片他那個6根手指頭很明顯，所以他後來在數手指頭，是告訴你我手指頭很清楚啊，可是呢，他那個戒指又不斷的變動。不過那個可能是拍攝角度有各種的說法，所以你就看現在已經變成宣傳戰、心理戰了，變成就是在主導這個至少社群網站上面的一個討論的話題。可是它會不會影響到真正地面跟這個空中的轟炸呢？那我覺得其實它的影響是有限。最後還是會回到這個戰爭要怎麼去進行。這個是川普他最新又在對外喊話說美國贏了，但是呢，我們來看到數字並不是這樣說話的。我們來看到這是來自於這個伊拉克的武裝團體伊斯蘭抵抗組織特別公布了美軍的最新傷亡數字。他說對美軍基地進行了31次的襲擊，最新數字再添13名美軍陣亡，數十人受傷。除了這個消息之外，我們還收到了一個最新消息，是在伊朗1日的時候清晨對美軍駐科威特基地發動了這一場無人機襲擊，傷亡程度遠超過先前公布的資訊。除了造成6名美軍的殉職之外，還有數十人也遭到了重挫，傷勢非常的嚴重，包括了腦部的創傷、灼傷，還有炮彈炸開瞬間造成的破片傷，至少1名士兵可能面臨截肢，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而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伊朗持續的展開行動，真實承諾4已經好幾回合了，數十回合。現在最新的一次是在1日這一天，飛彈跟無人機持續的鎖定美軍在中東的軍事設施，使用的是4款他們的飛彈，全部一起出馬了。這當中包括了霍拉姆沙赫爾、加德爾系列、埃馬德中程跟海巴爾高超音速導彈等等。紐約時報最新的報道說，這一次的攻擊從衛星圖像來看，至少造成了17處美軍的設施都遭到破壞，當中知名的包括卡達烏代德空軍基地、科威特薩利姆空軍基地等等。伊朗現在甚至改變戰術了，他們避開了美軍最強防禦區域，開始改攻的是他們的後勤設施、雷達跟補給節點，用不對稱戰術，逐漸要來慢慢的削弱美軍的軍力。川普這時候喊說贏了，傷亡數字卻不斷的暴增。川普還說勝利了，那勝利的點在哪裡？將軍怎麼看？第一個軍事作戰，如果要說贏的話，最起碼要有2個目標。第一個，按照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所講的，要屈服敵人的戰鬥意志。我們看第2次世界大戰，包括日本的無條件投降，還有德國的戰敗投降，都是接受同盟國的條約，屈服他們的戰鬥意志。
第二個，你要達到你的戰略目標啊，才能夠說是你贏了。那這次美國發動這場戰爭，很明顯的，我認為它的戰略目標哈，第一個就是要推翻伊朗的神權政體，建立一個親美的政權。那第二個來講，就是要伊朗去除它的這種長程的戰略導彈哈，或者是它的這個核武設施哈。但是我們看到啊，這兩個戰略目標啊，美國到現在雖然說花了很多的武器，可是也沒有到目前為止並沒有達到。那為什麼川普在禮拜一的時候他就說這場戰爭已經結束了？但是禮拜二哈，我們看到伊朗加大力度，又再一次的打擊。那今天啊，川普又冒出這句話，說我已經打到我該打的目標了哈，我該攻擊的都已經攻擊了，消滅差不多，打了這個5000多個目標。那這場戰爭大概已經快收尾了。我認為川普會講出這種話，所謂川普的贏學，大概不外幾個原因。第一個，他認為自己這個美軍的傷亡對他造成很大的影響。對，因為美軍的傷亡其實對美國來講會影響到整個這個民心士氣甚至於會激發起反戰的情緒。我們從越戰還有這個阿富汗戰爭都可以看得到這個畢竟川普是民選的總統，他之後還要面對其中的選舉。那如果說是過多的美軍傷亡引起美國老百姓的反戰的情緒來講的話，當然不利於他這個其中選舉這是他國內的因素。那國外的因素來講的話，我們都知道這個近期因為荷姆茲海峽被封鎖造成全世界的這種這個油價的這種飆漲，還有這個天然氣的飆漲那不利於全世界的這種經濟。甚至於各國都已經開始要釋放出戰備儲油，不然的話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不要以為說美國自己有產油就可以幸免於外這個油價一漲是全世界的，包括美國民眾現在已經感受到這個油價的上漲對他們生活造成壓力。那當然對全世界很多的國家尤其是同盟國家更是如此，尤其是海灣這些國家因為戰爭的關係，讓他們的油沒辦法賣出去。那對於這些同盟，對美國同盟的這些海灣國家，當然經濟上會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這個川普在國際上面也有他的壓力。第三個，我認為川普來講在持續戰力來講的話是不足的因為我們剛開始他可能設定的是一場速戰速決借着武力的恫嚇脅迫伊朗能夠屈服，但是沒想到伊朗雖然說被打得很嚴重，可是一直堅強抵抗到現在，甚至於到今天為止這伊朗還在做，雖然說反擊的力道有減弱，可是在量的方面雖然減弱，可是在質的方面來講，它並沒有降低。所以我認為川普他可能因為自己知道長期下去對他是不利的，在這種狀況之下，他只能給自己找一個台階下，說我們贏了。我覺得他講我們贏了，緊接着下來他就想辦法要結束這場戰爭。好，川普想要趕快的結束這一場戰爭。那同時紐時也特別指出了說，伊朗現在專攻的就是美軍的弱點。那美軍的弱點跟川普的弱點，賴老師又怎麼看？美軍的弱點就是美國的武器，它現在缺稀土，所以它的高昂貴的、高精密的這些武器的制造商，它需要稀土。那我們來看看現在的伊朗的打法，它首先前一段時間的第一波的打法，它基本上消耗的是它舊的液態燃料的這些導彈，可是它用它便宜的舊的液態燃料的導彈搭配無人機，去消耗你美國的昂貴的防空導彈，所以他在前幾波的時候，不管是美國或是以色列，它的昂貴的防空導彈基本上被消耗的情況非常的嚴重。那美國的昂貴的防空導彈，不管是在烏克蘭戰爭已經被消耗一大部分，在前段時間紅海，也就是去年，也門的胡塞組織在紅海對於美國、以色列、英國的這些油輪的攻擊，其實我們也很明顯的看到。美國的杜魯門號的航母，它基本上都已經燒到都黑了，也就是說，它的防空導彈打到都已經沒辦法再打的一個情況。這代表什麼？美國的這個防空導彈是它的很大的弱點。那這些昂貴的導彈被消耗很大一部分的時候，都要挖東牆補西牆，要從韓國的這個薩德系統把這個6個導彈車都拉過去，那就是代表什麼？代表美國它這基本上來講已經。這趕不上，就是生產製造趕不上所消耗的能量，這第一個它的弱點就出來了。接着你看到的是，它開始用無人機，
去要把中東地區的這些已經花了幾十年，花了不知道多少個千億的錢所打造出來的這種金融中心、交通運輸國際樞紐中心，還有就是未來的數位發展中心、AI 中心的這些阿拉伯海灣國家，全部要引入戰爭。而伊朗吃定的就是這些海灣國家不可能跟伊朗發生交戰，因為他們很明顯的知道這不是屬於他們的戰爭，而他們如果幫美國或是以色列，特別是以色列來幫以色列打這場跟伊朗的戰爭，這顯得更荒唐、滑稽、可笑。所以他們不可能在被挨打的情況下，他們也反制的跟伊朗變成交戰。為什麼？遲早美國他撤走了以後，那這個就是他們要面對的是一個跟9000多萬人的戰爭，他們也不能這樣打。這個對於川普來說，這也是他的弱點。為什麼？因為中東國家這些富有的國家的經濟、財政、金融跟美國的華爾街的經濟、財政、金融是交織在一起的。那當中東的國家在這方面受到傷害的時候，對於美國的本土的金融的這些基金，他們也都會受到傷害。這個是金主上的一個傷害，所以我覺得金主就會影響到川普本身所獲得的這個競選的經費。你想這樣的一個情形下，最後一個就是對美軍來講，它最大的弱點，您剛剛一開始已經有講了，它最大的弱點就是打瞎你、打聾你，讓你看不見、聽不到。那這個部分裡面，美國的軍隊因為並不是出動地面部隊，所以它的海軍、空軍都是要有基地作為定點的。那你看，伊朗就專門打你定點，那專門打你定點，那這個對美國來說的話，也是不是很其擾的。也就是為什麼它的傷亡人數會一直不斷的增加。我想這個美國的弱點，事實上被伊朗看得很清楚，伊朗就專門打你美國弱點打。好，我們看到現在美國面臨各方的壓力，那川普想要停戰，但是呢，以色列現在又最新宣布了，是不是以色列不想停呢？因為他說將投入數百億美元的預算要來持續打伊朗。那美國現在也有最新的動作，最敏感的時刻，他派出稱為叫做末日飛機的16B 空中指揮機前往中東，要維持核指揮的系統。兩件事情，第一個是戰爭是否走向核危機，那還有這個末日飛機透露了什麼訊號？第二件事情，川普會不會自己先撤，丟下以色列？委員怎麼看？美國有4架末日飛機啊，2架16B，另外2架14B。14B 的叫 Night Watch， 我們翻譯成夜視。那這個16B 啊，它的名字叫 Mercury， 就水銀號。那水銀號啊，這個不是前往中東啊，飛行方向好像是中東，沒有到中東去哈，因為中東沒有任何基地或機場出現它的影子，它只是起飛的時候被拍到。那這一款這個空中的末日飛機啊，是核戰用的。可是在美國有一個制度性，就是說只要有這個戰鬥機啊超過100架作戰，不管在哪個地方，他就會把這個末日飛機拿來演習一下啊，平常訓練一下哈。所以這只是一個例行性的演習，並沒有表示說美國真的要在中東動用核子武器，沒有。因為正確的說來講的話，哈，全世界的戰略大師只有一個人，叫普丁，其他人都只能夠幫他端盤子、提鞋子，而川普可能連提鞋子都不夠。你看普丁一開始就怎麼做？一開始就說：“哦，你敢介入的話，我就動用核子武器。”啊，所以他的末日飛機也起飛啊，就演習給你看，核演習給你看啊。北約國家跟美國都嚇死了，不敢賭。不敢賭的原因是不敢為烏克蘭賭，正確的來講這樣子啊，烏克蘭還沒有重要到要去賭核子武器的地步。一樣道理啊，你這一場中東戰爭不可能升級到核戰嘛。雖然前一段時間哈，這個我跟酈將軍有同樣的憂慮，美國沒事幹嘛？旁邊周邊國家全部撤退啊？你到底幹嘛啊？他連埃及的都撤，對，連埃及都撤啊！啊，這個顯然太不平常了。可是後來我看一看，他完全沒有這方面的部署跟動作啊。那你沒有要動用核子武器的話，你就沒有談判的籌碼。普丁會不會真的打？沒有人知道。他就跟你擺出一個架勢，你就不得不就這個事情進入考慮。那美國這個末日飛機沒有飛到中東，而且它沒有任何這個核彈演習，所以伊朗不必把它列為一種戰略選項，說你會用核彈來威脅我，或用核彈來攻擊我。因為要用核彈攻擊，表示美國要滅亡，徹底滅亡伊朗，
但是不可能。而目前的國際局勢，大概他也不會這麼做，這個賭太大了，不至於哈。雖然伊朗人很驕傲，可是不要伊朗人被人家滅國過2次，一次被阿拉伯，一次被蒙古啊，這徹底被滅國哈。因為他的地方實在是太特殊了哈。但是你說川普受不了國內壓力，會把以色列丟在戰場上，也不會啦。就是第一個問題說，川普不管什麼國內經濟壓力他如果把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丟給伊朗的話，他共和黨別選了。對，因為美國不管民主黨、共和黨所有的總統共同的政策就是要控制伊朗在中東不可以稱霸。那伊朗如果控制了荷姆茲海峽，就會中東稱霸啊，这個循環的一個過程哈。所以這個美國現在最新消息說，他要佔領荷姆茲海峽，就跟後原先預判的一樣哈。會不會真的佔領我不知道啊，但是他也開始有起心動念要佔領荷姆茲海峽了哈。那接下來就看本事啊，因為我覺得川普他不是一個戰略大師，像普丁這種，我願意死多少人來達成什麼戰略目標。他這是一個小生意人。我今天6個人呢，我死了13個人呢，在一場大戰裡面，這13個人算什麼零頭啊？你普丁會算這種東西嗎？不會的啊！所以這是個小生意人哦。那現在這美國要達成的戰略目標，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啊。他只要舉個例子。美國當年的他的總統下令轟炸南斯拉夫是炸78天，硬是把南斯拉夫政府炸垮。所以有人講說一定要派兵，其實不是，那是伊拉克跟那個阿富汗的歷史。還有另外一個歷史更經典，利比亞2011年轟炸幾天？220天，硬是把格達費給打垮。因為你如果沒有這麼久這麼大量的轟炸，利比亞轟炸次數多少？9700次，動員25000次。那轟炸結果呢？其他的反對勢力才敢起來推翻他。那你今天靠伊朗國防軍來推翻，你才炸個幾天？哎呀，算了，這種叫小生意人的算盤哦。所以川普根本不是那種美國歷史上那種有戰略眼光的總統，比普丁差太遠了。好，那另外一方面，難道現在是伊朗主要在掌握目前的戰場節奏嗎？因為最新他也提出了3個停戰的條件，是終於提出來了。除了提出3個停戰條件之外，他是否在暗中暗示說這背後還有中俄在幫助他呢？因為呢，伊朗總統最新對外宣告說，他有跟俄羅斯，還有另外一個是中國大陸的關係密切的巴基斯坦通話。那他也提出了3個停戰條件，包括第一個要承認伊朗它的合法的權利，第2個，美國跟以色列你要支付賠償金，最後一個是國際社會要提供安全的保障。所以現在目前戰場看起來，難道是伊朗在主導嗎？這背後，伊朗它是否在暗示有中俄的力量在這後面？楊老師怎麼看？這個戰爭，川普當然還是強調是他決定嘛哈，但他決定之前，他可能會跟以色列商量，那然後呢？也大概會跟他的金主，也就是要看那個油價或者是股市的線的變化，然後呢，同時他當然也要看伊朗這邊跟美國的對抗達到了什麼程度，所以你說最後還是誰決定呢？如果真的還是川普決定的話，但是真正影響他的還是伊朗、油價，還有以色列。以色列現在看起來很強硬哦，又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所以絕對不願意退讓，尤其內塔尼亞胡還跟他的自己本身政權的穩定跟維護有關係。那伊朗現在提出就是佩澤斯基安這總統提出來3個，就簡單的說，他就是要你道歉，賠償，保證，美國怎麼可能做得到？所以我覺得短期內根本不可能會有那種美國跟伊朗在談判桌面前坐下來的這種機會。那伊朗現在也強調，我就是跟你打這個不對稱的消耗戰。對。那什麼叫不對稱？它不只是武器的不對稱，它也在地緣跟地理上的不對稱。武器指的是它就是透過它的無人機跟彈道飛彈，不只是針對以色列美軍基地、海灣各國呢，尤其是在威脅荷姆茲海峽。那地理上呢，就是荷姆茲海峽的這個地緣位置，最短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那另外一邊全部都是伊朗。所以呢，昨天有4艘，就是一直到今天為止，有英國、日本、賴比瑞亞
等國的這些油人泰國就被炸。对，那泰国的那艘油轮還燒起來，那個照片傳遍全球，所以今天你看到油價、股價就開始在波動，所以大概，然後呢 ，IEA 就是要求大家就釋放這個戰備儲油，美國已經釋放了4成，1.7億桶，大概都可以維持1個月到1個半月，所以我們現在看戰爭哦，看就是3月底以前，那如果3月底以後還在持續，那這個事情就會變得更嚴重，因為就要釋放更多的戰備儲油。那這個時候呢，油價的變化以及以色列的壓力，以色列持續還會有被轟炸的壓力，對川普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至於中俄有沒有影響，我覺得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任何的媒體報道，就是顯現出中國大陸有提供援助。可是俄羅斯可能在開戰的時候或者過程當中有提供一些這個定位啊，以及在這個某一些上面的支持。你看到俄羅斯的總統普丁已經跟裴澤斯基安有通電話。那這樣子的一個想要去重回這個地緣政治的影響，這個當然是普丁當中打的盤算。在這一場美伊的戰爭當中，大家就在看說，為什麼伊朗在近期它的打擊的力道，還有它的精準度，為什麼特別的高？現在有一個說法，是不是主要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北斗衛星在這個戰場上面發威了呢？所以伊朗能夠精準的命中許多的美軍基地。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穆吉塔巴也就是這個伊朗最高領袖，現在也發文說要號召聖戰，還聯手誰呢？真主黨來一起打殘以色列的鐵穹，被真主黨給打破了他的神話。我們等一下一起來特別做關心3個火箭話題，我們等一下也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伊朗再發動了另外一輪的真實承諾，這一次呢精準的狂轟了美軍基地，是不是跟中國大陸的北斗衛星有關係？來自於伊朗的說法說，美軍的中東據點有70%都已經淪陷了，真實性如何呢？再來第2點，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黎巴嫩真主黨，他只靠了火箭彈就打破了以色列的鐵穹神話，而還不是使用伊朗的這些高超音速導彈哦。為什麼以色列這一次真的擋不住來自於黎巴嫩真主黨的這一些火箭彈的飽和攻擊呢？最後，我們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大家就在看說穆吉塔巴已經消失好一陣子了，突然間在社群媒體上發文，但是他還是沒有現身的，是真的受傷了，還是戰略上面一個做表態呢？他是想要嚇美國跟以色列，還是趁機做內部的動員？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先來看到伊朗的精準打擊哦，這一次真的是打中了許多的美國在中東的基地，這當中包括了在卡達烏代德基地等等，還有蘇丹王子空軍基地，都是伊朗的目標。他們說7成的美軍中東基地都已經受到了摧毀。北斗衛星真的有助攻嗎？我們要知道的事情是，在使用北斗衛星之前，伊朗在去年对上美國的12日戰爭的時候，當時還是用美國的 GPS 的，但是沒有想到在戰場上面受到美國的干擾哦，所以他現在決定要全面轉向使用北斗衛星了。那現在我們也來看看北斗衛星跟 GPS 的比較，為什麼現在伊朗反而比較喜歡北斗衛星？先來看到它的數量，北斗衛星有45顆 ，GPS 只有24顆，其實在精準度上，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出差異了。北斗衛星的精準度是3.6到5公尺，那麼 GPS 則是5到10公尺，所以北斗衛星的精準度還是比較高的。再來，北斗衛星是3種軌道的混合，但 GPS 只有1種軌道的混合。特別請教將軍怎麼看這個伊朗改用了北斗衛星，對於它戰力的提升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響？當然這是很明顯的，伊朗的不管它的無人機或者是它的導彈，它的導航其實到底都是要用這個衛星來做導航先輸入它要攻擊的目標坐標，然後借着衛星來做導航。因為以伊朗現在的軍事能力，它可能沒有辦法做遙控，包括它的現任的無人機都是這樣。所以它一開始輸入一個目標以後，借着衛星導航，它自己飛機就去攻擊你給它定的那個目標點，它在做這個攻擊。那為什麼這次的北斗衛星它會比 GPS 要好用，更好用？第一個，它的不容易會被干擾到，這個很巧妙。你知道為什麼北斗這個 GPS 美國沒辦法去干擾北斗衛星嘛？那反而其他的大家都可以去干擾這個 GPS， 反而美國不可以去干擾北斗，因為他們所用的屏幕那個 GPS 先
發展出來嘛，所以他用了很多的頻寬，幾乎他都占滿了。那北斗只能用從中間的，他沒有用到剩下的頻寬，由北斗來用，所以北斗變成在利用這些頻寬剩餘的空間價值。那但是沒想到這反而造成北斗不容易被干擾的因素，因為你如果說是要去 GPS， 你要去干擾北斗的話，你連 GPS 自己都會被干擾到，所以說美國沒辦法去干擾北斗，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北斗當然它的衛星顆數比較多，45顆哈，然後 GPS 24顆。我覺得還有最大一個因素哈，是這個北斗的授時更為精準哈，只有大概10納秒。什麼10納秒呢？這個就是說其實哈，衛星定位很重要一個因素哈，是授時精不精準哈。1納秒等於10的負9次方秒，你看那個多精準哈。那我用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來跟大家講，假如說我們以前古時候，你知道他們這個船員航行的時候，怎麼樣來定位它的這種經緯度嘛？就是說，比如早上6點鐘太陽出生的時候，我拿一個時鐘，好，現在6點鐘太陽出上來，那我開始向東航行。當我航行到某一個地點，一看，哎，5點鐘的時候太陽升上來，這時候我就知道我在經緯度幾度，是吧？是。它是用這種方式。那所謂的這個授時，就是依據這個，你知道地球自轉1秒鐘轉了480幾公尺。這種轉的速度之下，你如果說是就從伊朗發射一顆導彈要打2000公里之外的以色列來講的話，你不是說是定位的問題，你是這個時間你要算進去，自轉的時間你要算進去。那北斗它會把這個授時的非常的準確，它甚至比 GPS 還準哈，所以它可以很精準的在某一個等於說是納秒等級，納米的納哈，不是奈米，比奈米還小一級，納秒等級。所以我覺得北斗因為有以上幾種優勢，第一個它的這種衛星數目比較多，第二個它授時的會比較精確，那第三個在這種狀況下，它避免掉很多的干擾。當然這一次很明顯的，伊朗它就轉用北斗系統來作為它不管是它的導彈，或者是它無人機來作為它定位的一個這種工具了哈，所以才可以那麼精準的對遠到以色列2000公里之外目標做一個精準的打擊哈，甚至於那短的來講的話，它的無人機打200公里之外，美軍在波安基地的27個基地，它也可以做精準打擊。我覺得是跟使用北斗絕對密切脫離不了關係。好，這一場戰爭，後來這個伊朗是特別選用了北斗衛星來打哦，所以現在得力於北斗衛星做了一個精準打擊。其實呢，除了北斗衛星在這場戰爭上面對於中國大陸的北斗衛星對於伊朗有所幫助之外，還有實際的戰力，現在是得力於黎巴嫩真主黨。我們要來看到伊朗加上黎巴嫩真主黨哦，開始對以色列展開大規模的飽和攻擊，發動了飛彈、火箭彈跟無人機。那真主黨他出動的彈海戰術是怎麼做的呢？也就是在11號這一天的夜晚，特別發射了超過100枚的火箭彈，結果沒有想到這個以色列的鐵穹就破功了，攔截率只有50%，甚至傳出以色列的海軍特種作戰的總部遭受猛烈的攻擊之後重挫。那初步統計現在也有死傷哦，7個人死亡跟21個人受傷，數字當然都還在持續的統計當中。穆吉塔巴這時候說了，會跟美以奮鬥到底，報復到底。再來，以色列則是說呢，這個是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這個時候他出來說了，他說會對穆吉塔巴等人再度的發起斬首。不過他也坦言，要推翻伊朗政權的目的可能無法達成。我們先來看到伊朗聯手真主黨為何可以打破以色列的鐵穹，而且呢攔截率只剩下50%。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是不對稱作戰，因為這個黎巴嫩的。我們講的火箭炮、火箭彈哦，大概1枚大概30萬台幣。那一個鐵穹是150萬，你拿150萬去打這個30萬的，你看看所以你還不能拿1枚來攔截嘞。有人說拿2枚或者3枚來攔截它，因為怕它有漏網之魚。你要知道全壘打王哦，全壘打王，你看那個所有棒球的全壘打王最厲害的，經常被三振，所以你不一定攔截得到哎。那你這樣子看，他30萬的，你拿150萬乘以3，450萬去打這個30萬，以色列就是我們講到的，就是不對稱作戰。以色列付得起這個錢，但是問題是代價太高。他讓那個一個破，就好像你一個破爛車，結果你拿的是1000萬豪車，2個去對撞，他破爛車反正他也不要了，但是你的1000萬豪車沒了，你要不要這樣賭？所以他們打的是不對稱作戰。以色列應該搞清楚，這是不對稱作戰。
他花了火箭，你還不能不拦截，不拦截真打进去死了人，这個找誰？那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大量的打火箭彈，黎巴嫩真主黨大量消耗以色列的鐵穹。當然，以色列會不會用愛國者？不會，太貴了。也會用劍2跟劍3的反彈飛彈，也不會。會用大衛投石索也貴，最便宜是鐵穹，那就拿鐵穹來攔。但鐵穹也貴啊，一枚鐵穹也是150萬啊，是這個樣啊。因為攔截就是貴。是。然後我們看伊朗，伊朗是怎麼樣？為什麼叫黎巴嫩真主黨一定要動？這就叫戰略牽制，不然讓以色列一直打我，我受不了，你就牽制他，就對他發射火箭彈，對這個以色列，就是以黎邊境啊，黎巴嫩跟以色列邊境，你就是發射就對了，反正你便宜。你越發射啊，以色列越虧，而且以色列的這些防空警報發放，一定要發放啊！你不發放，萬一打死人怎麼辦？他就馬上就地避難，是要這個樣。所以今天這個伊朗被打，他一定會動用這個黎巴嫩真主黨跟在南邊的紅海南端的我們講也門的胡塞組織，這兩個一定會動。只是說因為胡塞組織因為沒有船經過，又有船經過的話，他又拿翹了，是這樣。然後我們來看呢，那這個。以色列的這個鐵穹系統啊，消耗會很快，問題出在這個地方，但是補充很慢。你要做飛彈，做這些的飛彈沒有那麼快的，那你就是暫時消耗很快，跟美國的目前狀況一樣，趕快調撥這個愛國者飛彈從韓國，為什麼消耗好快啊？我自己不夠，趕快調撥啦。以色列會遇到這個狀況，只是以色列不能講，因為一講的話，整個以色列的心防會崩潰，不能說，反正盡量攔截就對了，因為不知道能夠打到什麼時候。這個戰略牽制跟這個洗腦會發生一些功夫，但是我們知道這個以色列可以撐得住，但是問題代價太高，它的這些高價的設施會被摧毀，它的高科技會被高科技的設施，甚至呢我們知道雅虎啊，這個亞馬遜啊，或者是個 Google 啊這些相關的，也會這種高價的這些科技單位也會被這個黎巴嫩或者是伊朗做一個反制報復的一個目標。所以以色列都要冒這個風險。好，伊朗的反制動作採這個不對稱的作戰。那穆吉塔巴為什麼又趁勢的在這個時候特別發文？因為消失了好一陣子嘛，又特別發文。老師怎麼看？這個穆吉塔巴啊，目前為止我可以跟大家保證啊，他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曾經受到過攻擊，但是沒有受傷。因為這個納坦雅胡說的嘛，他可能要對他進行再次的斬首嘛。對，所以這個大家可以搞得清楚。那在 X 平台上發表到他用一個藍色的標記注明他是真實的嘛。啊，但是的話呢，他不會輕易的露面，但是他要講出他的原則。但是他什麼呢？我今天看了以後呢，他就是有2張照片嘛，啊，一張照片的話是他在上面，後面是金光萬照，然後底下是他爸爸嘛，啊，大家不要忘了，這個就是什葉派就是大阿亞圖拉啊的繼承嘛。原來這個什葉派是不流行這個父業子承的。啊！但是現在的情況沒辦法，他是最想復仇的人嘛，的國仇家恨，他家人被幹掉8個人了，所以他心裡會覺得說非常難過。只要他有出來講話的話，那個川普跟這個納坦雅胡都非常討厭他，因為這個覺得伊朗這個印查麻煩的也搞不定了。那另外一張圖片的話呢，剛好就是科梅尼啊，這個他爸爸哈梅內伊還有這個穆杰塔巴3個人排在一起嘛。這個對於這個伊斯蘭教來講的話呢，科梅尼就是神嘛，他爸爸應該離神也不遠。那他現在繼承神的位置，所以構成要強調內部的團結啊，但是不能夠露餡呢。一露餡的話呢，因為我告訴大家，以色列那個摩薩德啊，為什麼在伊朗特別厲害？大家要搞清楚啊。我查了一下，1948年的時候，以色列建國的時候，有1/3猶太人從伊朗回去的。哎呀，全世界的猶太人很多啊！中國人河南開封有猶太人呢，我都搞不清楚。我在看網絡的時候，發現開封的猶太人很愛以色列哦，那莫名其妙，這個過了1000多年了，他們很愛以色列，戴那個小帽子啊，在裡面禱告什麼的。那這個說明了一件事情啊，這個以色列的間諜特別厲害，就說你現在長得一模一樣，對不對？搞不好還當將軍呢。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以色列摩薩德當然厲害，所以說伊朗就必須要小心一點了，對不對？然後這一陣子的話呢，難得。但是他這個兒子啊，就是這個穆杰塔巴，他宣布此次為聖戰，對啊，那這個就沒有回轉的道路了啊。伊朗來講的話呢，魚死網破。所以你剛剛問的很多問題啊，
就是說那個一個不要命的，那個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他就跟你打到死活為止啊！就我就是不活了。我記得啊，這個伊朗現在打这種戰爭，有一點點像我們原來抗戰的時候，突然激起全民抗戰意志的時候，一寸山河一寸土的那種感覺，那種氣勢慢慢出來。雖然伊朗比起咱們這個命運比起來，我們這個中國人命運算是好很多，但是他目前面對的一個亡國滅種的一個壓力，他確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說有這個領袖啊，這個叫做穆杰塔巴，就是要引導這個伊朗的發展。我們先來看到這個穆吉塔巴，伊朗的最高領袖，他這樣說的，絕對不會放棄為烈士做復仇的。包括了除了穆吉塔巴出來說話之外，還有他們的什葉派最高的宗教權威就是大阿亞圖拉了，也呼籲國家要一起團結來抵抗。而我們看到這一場戰火在空襲之下，美國跟以色列的空襲之下，已經造成了他們很多很重要的一些歷史文物受到強烈的轟炸。包括了14柱宮，還有阿里卡普宮等等，還有他们的世界文化遺產。伊朗學者是這樣痛批的，他說摧毀他們就是抹除我們的記憶。紐約時報也這樣做的評論。伊朗的民眾看到這一些的文物被轟炸，他們的憤怒已經到達了臨界點，疑似是在蓄意認為他美以的動作疑似是在蓄意摧毀波斯文明的身份的認同。苑老師怎麼看？會不會在這個穆吉塔巴跟他們的重要的最高宗教領袖的這個號召之下，激起伊朗前所未有的一個民族團結？接下來的報復規模，尤其聖戰，有沒有可能更猛烈？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一個9000萬人的國家的話呢，由他們最高的這個大阿亞圖拉啊，就是穆吉塔巴裡面宣布這個聖戰啊，這個力量真的不容小覷，而且這個我覺得這個川普根本沒有想到。那現在的話呢，我跟大家可能會講的40柱宮啦，或是這個阿里卡普宮啦，啊，古列斯坦宮啊。大家可以在網絡上裡面找到照片，就可以說是那個整個是波斯文明最重要17世紀以來最重要的。那好有一種比方啊，就是說如果我們在這個北平的故宮完全被炸平，或者說是我們山東啊的曲阜當中的孔廟、孔林跟這個孔府啊，通通被炸平的時候啊，那對中國人來講的話呢，基本上的信念都完全沒了。那就等於是說，這不單純的是這個滅種而已啊，你這是消滅的文化，抹去我的文化記憶啊。那我覺得這種的話呢，最可怕，尤其可怕的話呢，目前這個伊朗面對啊，它有3種情況是極其可怕的。首先第一個啊，這個穆吉塔巴的話呢，他所面對的是這個家恨跟國仇啊，都放在一起。所以他宣布聖戰，他是最重要的一個復仇的代表人物，對不對？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就是這個伊朗發覺說，原來你要搞死我，你把我所有的文明中得意的部分，因為大家要了解啊，波斯文明是個3000年的文明啊。我們的哲學史的話呢，就是從這個大家都知道，常常在講修昔底德陷阱啊，就是佩洛奔尼撒戰爭，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雅典跟斯巴達的話呢，他們共同的敵人就是波斯民族啊，就是亞歷山大大帝的時候所面對的波斯征服，所以說。整個哲學的發展、歷史的發展、西方歷史的發展，都跟這個伊朗今天的伊朗，也就是當年的波斯是完全在一起。然後第3點的話呢，全世界的人只要有一點正義感，都會發覺美國這種國家哪有資格當泱泱大國，根本就是偷襲騙殺。那這樣子的情況下來講的話呢，我覺得這一次有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啊，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就是美國從來也不好意思找盟邦來支持，那盟邦也不會來支持。美國有很多盟邦啊，對不對？原來的話，每一次打仗，我看了都在聯合國還假裝假惺惺的表決一下，然後派出聯軍。那現在都沒有了，就美國自己一個獨立作戰。你認為美國獨立搞這樣的，國內就亂七八糟啊？那國外的話呢，就認為是根本就不正義。我們哲學裡面講說，孟子說打仗還有義戰。義戰的話呢，對於鼓動士氣非常有幫助啊，對不對？那你現在的話呢，這場戰爭不正不義，所以我們剛剛才出現那種福特艦動不動就失火啊，廁所不通啊，這個小問題構成一個大非常非常嚴肅的一個發展，有人反對嘛？美國這種做法有人反對嘛？好，這個是美以針對於這個伊朗他們的文化遺產的攻擊，掀起了伊朗內部非常大的一個民族團結的一個士氣哦。也在這樣子的一個情境之下，伊朗持續的轟炸，他現在鎖定的下一個目標，來自於 CNN 的說法，就是在中東波斯灣國家的海水淡化設施了。畫面上我們請導播 take 這些所有的國家，包括沙烏地啊、阿曼啊、科威特、阿聯酋等等，都是依靠這一些海水淡化的。那麼如果真的被這個摧毀的話，就會直接升級成民生浩劫。將軍怎麼看？
我就補充一下哈，其實我們軍人打仗有一些東西是不打的。第一個，比如說醫院你是不能打的，救護兵你是不能殺的，所以他們醫療救護車上面都畫着大大一個十字，那不是給敵人的狙擊槍瞄準，那是告訴你說我這是救護車，你不能打。這是這個國際有相關的公約哈。是。另外還有一個不打的就是文化不打。你知道2次世界大戰裡面，你看巴黎打了没有？沒有打哦。這個巴黎他們就整個城市，當然法國知道也打不過了，他寧可保存他的文化，他整個撤出來。然後這個我們跟這個北平也是一樣，傅作義那時候就不打，就直接撤出來，那是為了保存文化哈。所以有時候我開玩笑講說，如果兩個之間開戰，什麼地方最安全？你知道？故宮最安全，故宮最安全哈。對。因為兩岸之間大概不會。那伊朗、以色列這時候居然去打人家伊朗的古蹟，這是非常非常惡劣，就徹底，這已經不是說這個只是一個軍事上的衝突，整個徹底要將這個所謂伊朗的文明將它消滅掉，因為這可能牽涉到彼此之間宗教的仇恨，所以譬如說是是不是再有十日軍第二次的。再一次的東征那種心態，我覺得這東西不可避免，因為他們在這古蹟上面，他都蓋了藍色的布嘛，表示我這邊是古蹟嘛，你不要打嘛，對不對？這是人類的文明嘛。但是伊朗以色列講照樣炸，可見的我認為以色列是故意的，目的就是要消滅這個伊朗的文明哦。那我們講到這個淡水，其實在這個2003年的那時候，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那會不會發生這種事情？會不會去攻擊淡水廠？我覺得可能性很高哦。這不是沒有發生過。當初伊拉克去打科威特，最後被美國打敗走的時候，他走的時候有多惡劣？他就把所有的石油，要不然一把火燒掉，燒了好幾個月。那時候造成你這個全世界來講的話，石油的危機。第二個，他將這個油倒到波斯灣裡面去，造成那個海水淡化廠的這個沒辦法做海水淡化，你就沒辦法取得淡水。所以整個科威特90%要用的淡水哈，都必須要用運輸來。那我認為這是，如果說你把伊朗哈逼到狗急跳牆，狗急跳牆哈，我覺得他去攻擊這些海水淡化廠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為現在我們看到雙方已經殺紅了眼嘛，那以色列來講也揚言要去攻擊伊朗的產油設施，然後讓你的油沒辦法賣出去啊，斷掉你的國家經濟命脈。那你斷我經濟命脈，我就斷你的民生設施，我就將你用水全部這個海水淡化廠打掉。那對伊朗有沒有影響？會不會攻擊伊朗？我跟各位講，伊朗還就是它淡水也缺哈，可是它畢竟它是一個內陸國家，它本身有相關的這個海水有相關的淡水設施，比如說它有地下水哈，它有河水哈，它還有相關水可以飲用，所以它不受這個威脅。但是海灣這邊國家以前他們都是本來就是在沙漠嘛，它大概在還沒有工業化以前，還沒有商業化以前，大概水都還夠用，大概挖一些井還夠用。但是你看看現在我們不管講杜拜啦，或者是阿聯酋啦哈，這些工商發展到這種程度啊，包括石油的提煉，包括到旅遊觀光業，你看那用水量有多大？那如果說這個水一旦叫你這個海水淡化廠攻擊掉，第一個受傷最重的可能就是觀光產業，你就做不了。第二個當然相關的，包括到科技的產業，包括到石油的產業，都會受到很重的打擊。因為短期之間你沒辦法恢復，人沒有淡水，他就活不下去。所以我覺得，當你這個把伊朗逼到狗急跳牆的時候，他這時候就威脅你，他確實會做這種動作。那當然，如果做到這種情形來講的話，我覺得戰爭確實是已經失控了。好，那狗急跳牆的伊朗，那下一步還會有什麼呢？其實美國現在也在擔心了，會不會引爆的就是在全球多國，包括美國本土被攻擊的聖戰行動。這是來自於 FBI 特別警告的，伊朗可能會用無人機去打美國西岸，也就是對加州來發動攻擊。那現在已經發生在美國當地的事情，包括有校園的槍擊、猶太教堂的槍擊、美國使館遇襲，還有雷根機場出現可疑的爆裂物，全美安全的系統現在已經是高度的戒備了。張將軍怎麼看這些現象？我認為這個是外溢，這是當然這個戰爭的外溢出來，會影響到社會層面、百姓的層面，還有美國內部的狀況。那現在，伊朗已經成功轉移，將這一次的戰爭呢轉移到3個方向。那這3個方向是什麼？第一個，這是民主的聖戰。伊朗9000萬人，我們大家這是他要準備對我們這個伊朗實施屠殺，對吧？把那個168個小學生被炸死的都做文宣。
一個那個他的遺體一個包包拉好好的，場面非常的好大而哀戚，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伊朗就成功的轉移，這是個心理戰的動員，心理的動員，伊朗也在做了。這就是民族的聖戰，他把它定位成民族聖戰，那讓伊朗都團結起來。現在伊朗裡面內部幾乎已經沒有遊行示威抗議都沒有了，而且大家已經都變成反美的步調去走，這就是定調為民主聖戰。第二個什麼聖戰？宗教聖戰。因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因為伊朗是穆斯林的，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總共19億，全世界穆斯林的國家就是以穆斯林為国教的50個，你包含阿拉伯半島，包含北非，包含東南亞，包含我們的。就我們不遠的印尼也是穆斯林的，2億7千萬人口也包括了馬來西亞也是穆斯林國家全世界穆斯林國家，因為穆斯林回教是全世界人類第2大宗教，基督教完畢就是所以它影響力非常大，它定調為宗教聖戰，那不一樣，這19億人口會不會出來？這50個國家會不會出來？都會給美國非常大的壓力，那美國壓力一大，內部就會有一些東西。那第3個，它定調為文化聖戰，因為世界遺產，因為這個伊朗，我們這波斯文明啊，那波斯文明它有很多世遺世界遺產，那現在都要被炸毀。這個就是一個文化聖戰啊，大家要起來啊。所以這個伊朗成功的把握作為一個心理的動员，會被美國很多大的壓力。那美國外溢成怎麼樣？它的內部會造成對立，會衝突，會不會有槍擊事件？